长期保持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的人，患各种疾病的风险明显较高，包括心脏病、糖尿病、痴呆症和某些类型的癌症，而且过早死亡的风险也较高。然而，研究表明，仅仅从事日常锻炼可能不能完全抵消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对健康的有害影响。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一个人从事的运动量并不一定等同于他们坐着的时间。有趣的是，研究表明，即使是经常跑马拉松的人，其坐着的时间也与那些体力活动较少的人相当。尽管由于体力不支，坐的时间会更长。尽管如此，不同的坐姿，如长时间与短时间，可以影响慢性低度炎症，增加与炎症有关的慢性疾病的风险，包括某些类型的癌症。据观察，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的时间越长，他们患炎症相关慢性疾病的风险就越高，即使他们经常从事体育活动并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在身体活跃的男性中，最久坐的一组比最不久坐的一组患炎症相关疾病的风险高65%。此外，即使每周有超过7小时的中度至剧烈运动，如果久坐不动，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要高出50%。尽管如此，还是有令人鼓舞的消息。对近5000名美国人的长期分析发现，即使坐的时间相同，定期短暂起身的人比那些很少起身的人的炎症少25%。在另一项针对8000多名45岁以上美国人的研究中，每次很少坐超过12分钟的人死亡率最低，而每次坐超过半小时的人死亡率特别高。短暂的活动，如下蹲、经常站起来，或从事轻度活动，如抱起孩子或扫地，可以唤醒肌肉，燃烧能量，激活或关闭基因，并启动其他功能。虽然这些活动不被归类为运动，但它们每小时比坐着多燃烧100卡路里。一些实验表明，坐着时短暂起身，例如每半小时100秒，可以降低血液中的糖、脂肪和所谓的坏胆固醇值，从而降低与炎症有关的慢性疾病的风险。必须注意的是，许多关于久坐行为影响的研究是流行病学的，没有测试因果关系。尽管它们有助于评估风险和提出假设，但它们没有考虑到可能涉及健康和坐着的时间之间关系的其他因素。例如，坐在家里看电视的时间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比坐在工作场所的时间更明显。富裕的人往往看电视少，有更好的机会获得医疗保健，吃更健康的食物，因此风险更低。最后提醒您，研究结果证明，我们发现同整天坐着相比，每隔半小时轻走5分钟是唯一可以显著降低血糖的唯一有效方法。尤其是每隔半小时走5分钟，可以把饭后血糖峰值减少接近60%。同时，与整天坐着相比，它还能把血压降低4到5个百分点。但即使更短以及较少次数的走动也能改善血压，即使每隔1个小时走1分钟，也可以把血压降低5个百分点。总之，长期久坐的活动会增加与炎症有关的慢性疾病的风险，但短暂的活动可以帮助防止血液中糖和脂肪的增加。从事轻度活动，如经常站起来，可以刺激肌肉细胞并启动其他有利于我们健康的功能。在体育活动和久坐行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考虑可能影响我们健康的其他因素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将短时间的活动纳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帮助减少久坐的生活方式的负面影响，从而享受更健康的生活。